大家好啊！对于许多刚接触油画的朋友来说，尤其是刚接触人物画的同学，对于人物画的调色这一块，相信是比较难以掌握的。那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更好的掌握油画人物的调色啊，我在这边呢特地推出了这样一个调色的教学。具体的做法呢，就是将这个调色的过程和上色画这个人物的过程呢，把它结合到一起。比如说，我先用几个固定的颜色来调出一个色卡，然后找出人物的对应部分用到哪些颜色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大家能够更好的掌握调色与人物脸部的各种结构关系。那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呢，也是有给大家详细的讲解。这边呢，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，我也是为了方便大家，给大家把这个调色的格子和人物的轮廓都已经描在了这个画板上面。这是一个透明涂层的亚麻布的画板。这样可以方便大家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调色和人物上色方面。本期的视频呢，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如何用这一组颜色来画出来这一幅人像，以及整个调色的过程和它的一些讲解。废话不多说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一组呢，用的是象牙黑、铬红、铬黄和混合白。老规矩啊，我们先调一个色，然后再用这个调色来画一个人。首先呢，是把这3个颜色的位置定出来啊，1个、2个、3个，然后中间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这样的。先来纯色的，我们从黑色开始吧。再来个红色，铬红啊，这个颜色铬红是非常鲜艳的红色，非常浓的红。好，我们来黄色加黑色。这个黄色加黑色啊，看起来就很绿啊，绿色。其实我们好多时候画一些树啊什么的，直接这样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去专门弄个绿色。红色、绿色啊，这个先用到这里。
好，现在我们再用纯色加它对面的这个颜色，比如说用黑色加这个橙色啊，红色加绿色，黄色加紫色，这就是中间的这3个颜色调好的啊。首先是用黑色加橙色吧。再多加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一组颜色也基本上调好了，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块啊，我们这一部分的地方都是调出来这种3种颜色相加的颜色。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画人物的皮肤，正好适合我们这幅画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继续画这个人啊。昨天呢是调好这些颜色，用的这几个象牙黑、葛红、葛黄和混合白。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幅画上面啊，我给大家标出来了这个阴影的区域啊。当然我这个印的稍微偏了一点，往下了一点啊。给大家发的这个东西肯定是好的。然后这个阴影的区域啊，我们是用一个颜色，亮部先用一个颜色，我们先用最简单的2个色块来区分一下。比如说这一部分阴影部分啊，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大概在这个颜色，最暗的地方可能是这样的啊，差不多这么一个颜色。那这个颜色在哪儿呢？应该是在这边啊。它有点干，我们可以加点油。
这个下巴这里有一些反光，反光的话我们后面再加上啊。现在可以先把它全部都涂成这种颜色的暗部的颜色。这个脖子这部分好像稍微浅一点点，黄一点点，我们用这里的好了。好，这个暗部的部分。大致画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再画这个亮部。亮部的颜色呢，大概是这个好像是红色加绿色啊，这个颜色加红色。再红一点点。脸颊的部分会红一点。画这个人头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鸡蛋。鸡蛋的话，你看啊，这一块肯定是最亮的，然后到这周围一圈稍微暗一点点，再这一圈再更暗，是这么一个逻辑。稍微暗一点点，周围的这一圈。稍微做一点调整啊，你比如说这个下巴阴影的形状还可以再往上延伸一点。眼窝的颜色也是要深一点。这个眉毛是比较黑的，它是棕色头发。这个眼珠啊，它也是一个有体积的，也可以感觉到，比如说它靠近边缘的部分要暗一些。嘴唇的颜色大概应该是像这个，或者是像这种啊，偏紫一点，这种。下面稍微浅一点。眼皮是中间是最浅的，两边比较暗。稍微红一点点。
大致的颜色出来了，现在我们要加一点细节，做一些过渡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注意到他脸上比较红的地方，两个脸颊比较红，然后下巴这里比较红，比较粉，稍微加点这个红。它粉的同时呢，你看这边比较亮，这边比较暗。一定要有这个明暗的对比，不要光画颜色，不要然后忘记你的明暗了。你看这一个粉的和下面这个下巴的粉色，它没有接起来啊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中间这一段它是偏绿偏灰的。我们看这边脸颊会比较难画一点，因为它有一部分在亮部，有一部分在暗部，对比会更强。那我们亮部的颜色还是用这个，就用这个稍微深一点的红，要比刚刚的那个稍微的深一点点。这一块的颜色也要再暗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拿这个软毛刷把它的这个刚刚画的笔触了稍微的柔和一下。鼻子的阴影啊，再给它修一修，细化一下，不然现在这里感觉有点像个胡子，对不对？这个眼角的颜色还可以再暗一点点。再画一下眼睛，不能直接用太黑的颜色。稍微加一点这个偏绿的感觉。
鼻孔的颜色我用黑色加红色。我们画这个眼睛的时候，轮廓线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原图，轮廓线是非常模糊的。我们不要把这个轮廓线抠得太死，就是趁着它还没有干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轮廓线模糊化处理。但我们现在画的这个是一个小图，大家如果画大一点的话，会更加的明显。加一点高光，画下它的这个头发，主要用黑色和红色就可以了。这个上面的头发稍微加点白，就红色加黑色，再加点白。因为我笔上本来就有一点黄，所以说这个黄色可以不加。再换一个小一点的，你看这个头发和脸的边缘的位置啊，我们要稍微的暖一点、红一点，让它有个过渡，不要从头发突然就变到皮肤，这样看起来就像假发一样的。那个软毛笔轻轻的扫一扫，它这个背景有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啊，我们可以不用画这么细啊。当然，大家如果想要自己挑战一下的话，你也可以画，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集中在画脸。你看这个背景和头发的边界啊，我们等一下也要把它弄得模糊一点。把这个边缘都给它柔和一下啊！大家如果注意看这个画的细节，你会发现它的边缘和背景都是比较融合的，没有那么明确的分界线。好了，我们本期视频就先到这儿了。那这幅画的主要的过程呢，首先是调出来这些颜色，然后再根据原作找出对应的肤色的区域，将色块摆上去，然后再用一支软毛笔把这些色块融合起来，最后慢慢的调整，就可以画出一幅不错的人物肖像画了。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收获呢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评论。想要学习更多的油画知识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